王奶爸回归后，小奇迹乐开了花，双向奔赴的父子情有多感人。昨天一大早，奶爸惊喜现身小奇迹场地，还不忘带着新鲜竹子赔礼道歉，生怕好蛋儿因为他不告而别生胖气。而仔仔看到熟悉的身影后，原本郁郁寡欢的他立马恢复活力，不是对着姨姨们咧嘴笑，就是故意卖惨吃草，把奶爸挂网上。只可惜父子俩没来得及见面，奶爸就因为工作忙先走一步，小奇迹还在依依不舍地目送老父亲。王奶爸恨不得有分身术，产仔既忙到不行，几个邻居小熊也得兼顾着，于是只能抽空回家看宝贝儿子一眼。不过相信产仔既一过基地不缺人守候，老王还是能回家照顾仔仔，毕竟他才是小奇迹最信任依赖的饲养员。宝贝只是听到王奶爸在隔壁喊森森的声音，就忍不住回头，希望对方也能叫自己的名字。紫妍大叔更是小奇迹吃醋的对象，即便奶爸只是去打扫卫生，这小子也得目不转睛地盯着。这是担心老王趁机移情别恋吗？当奶爸去内社干活的时候，还在外场吃播营业的仔仔心不在焉的，一个劲回头找老王，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着对方一举一动。王奶爸同样也很依赖小奇迹，仔仔去外场上班他陪着，对方生病在内社休息也闲不下来，非要拿着小零食和宝贝唠嗑。过年休假的那段时间，王奶爸也是很早回神树坪上班，只是为了多陪伴自家宝贝。有次一群小鸟不请自来欺负小奇迹，正当宝贝气得不行时，奶爸第一时间出现在外场护犊子，直接把小鸟抓走，帮仔仔解决掉大麻烦。只要王奶爸看到好蛋儿闷闷不乐，就拿着新玩具哄小奇迹。上一秒还满脸不高兴的仔仔，立马抱着奶爸送来的沙袋笑开了花。即便小奇迹在外场呼呼大睡，奶爸喊孩子的语气也是温柔至极。小奇迹，我戒了。看似大大咧咧的奶爸还很浪漫，经常为好蛋儿准备惊喜。宝贝过生日那天，不仅收到他准备的水果蛋糕，还有专业摄影师老王给自己拍照。在王奶爸眼中，小奇迹可是最优秀的，即便对方拆家搞得一片狼藉，游客都看不下去了，忍不住吐槽，奶爸也得满脸骄傲地夸小奇迹聪明。这小孩从小就聪明。他对宝贝儿子的彩虹屁更是没重复过。一个字来形容吧，好。对于自家小孩，奶爸怎么夸都不过分，只希望父子俩没多久就能团聚。小奇迹和王奶爸的相爱相杀有多精彩，仔仔可听不得老父亲吐槽他身材不好，饿了要减肥。这天宝贝正疯狂炫竹子，结果围观的王奶爸突然吐槽他胖。小奇迹听到后饭也不吃了，气得直捶地。为证明自己是熊猫圈的标准身材，这小子还特意展示大长腿，内心 OS 老王睁大你的眼睛看看。只能说一向倔脾气的小奇迹，绝对是饲养员不敢招惹的存在。就在昨天，奶爸去隔壁帮紫嫣大叔拍照，这一幕刚好被好蛋儿目睹。这小子还气呼呼地盯着移情别恋的老王，本以为仔仔吃醋这事儿告一段落，结果他居然在大半夜拆家，搞得外场一片狼藉。王奶爸第二天上班后彻底懵了。此时的小奇迹笑得比谁都开心，像是在说你还敢去隔壁找别的熊吗？不得不说，仔仔对奶爸的爱真的很霸道。谁还记得他半年前可不是这个性格？宝贝巴不得离饲养员远一点，平日里吃个竹笋都要躲在墙角，这怯生生的小眼神一看就是受过苦的。然而如今的小奇迹大变样了，不仅彻底依赖上王奶爸，看向游客的时候也是满脸的笑容。幸福的孩子连眼睛都是星星眼，足以可见王奶爸真的在用心照顾孩子。他为了小奇迹的健康着想，会想方设法投喂对方吃精饲料，不是藏在窝窝头里，就是塞进胡萝卜。难怪仔仔回国后胖成一个球了，谁能想到是嘴上吐槽儿子的奶爸宠出来的。当小奇迹手掌受伤暂停展出时，他也主动去内社陪对方玩，还好有王奶爸的照料，让孤单无措的孩子有了满满的安全感。要知道调皮的小奇迹最爱拆家，奶爸不仅满脸骄傲夸孩子，还为此特意学来一门手艺，直接化身维修工帮好蛋儿收拾。有时小奇迹整活玩累了，就往木架上一趴，呼呼大睡起来。奶爸盯着孩子的同时，还蹑手蹑脚地收拾外场，像极了那些操心的老父亲。不过仔仔性格变化最大的原因，还得是奶爸提供给他的情绪价值。只要老王去外场干活加餐，都会摇头晃脑地逗着小家伙玩。他平日里更是投喂不断，还没开始加餐就塞给对方好几根笋。王奶爸还经常在人群中看孩子，默默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。小奇迹像是察觉到什么，还在趴着休息的他直接扭头找奶爸。若不是他日复一日的用心照顾，小奇迹怎么可能对王奶爸这么上心？父子俩才是天下第一，好吧？那灵言和雷达奶爸的相爱相杀都是装的，双向奔赴的父子情谁能不感动？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营业整活一整天的灵言却赖着不走，非要等奶爸收拾完一起回去，还趴在玻璃上默默注视对方干活。等到雷达奶爸忙完后，只是对着好蛋儿轻轻招手，这小子就立马乖乖回家。奶爸看似毒舌，总爱吐槽孩子，可嘴硬心软的他却是个十足的好爸爸。当灵言食欲不佳不爱干饭时，雷达会亲自上山给对方砍来火箭笋，不仅亲手喂到孩子嘴边，奶爸还满脸姨母笑看着对方干饭。平日里只要灵言趴在玻璃上，不管奶爸在隔壁干什么，都会第一时间和好蛋儿互动，不是隔着玻璃摸摸鼻头，
就是边擦玻璃边陪对方玩闹。雷达奶爸还充当质量检察官，不是帮胖妍试试滑滑梯能不能承重，就是坐在小粉猪玩具上，面对面教会毛孩子正确使用方法。前段时间灵妍因为蛆虫肚子疼，原本开朗活泼的毛孩子只能蜷缩成一团缓解疼痛。雷达奶爸看到这一幕心都碎了，竟然不顾被熊猫攻击的风险跑进外场。而灵妍被靠着栏杆吃饭的时候，雷达奶爸还忍不住撸猫，仅仅是摸了一下好大的朵朵，他的嘴角就彻底压不住了。正因为奶爸打心底里爱灵妍，才会让他动不动就给对方拍照片，即便是一个背影也这么开心。看似直男的雷达奶爸还经常关心孩子有没有好好吃饭，经常去外场看望好蛋儿，这和老父亲监督孩子有什么区别？要知道胖妍的粑产量惊人，奶爸却直接上手收拾起来满地的青团。毕竟雷达早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即便奶爸无情调侃胖妍的时候，也是老父亲般的唠唠叨叨，生怕好蛋儿玩雪太风被冻着。亮不亮啊？而灵妍泡着澡去呼呼大睡时，雷达奶爸看到后也忍不住叫醒对方，不然这小子都快在水池泡浮囊了。有次奶爸听到游客说灵妍车座子脸，气得他当场拉着孩子反击，有人喊你车座子，你说你凶他没有？没想到雷达还是个知道护短的老父亲，难怪一向倔脾气的灵妍会对自己的雷达奶爸事事有回应。对方只是喊了一声名字，这小子就用小奶音立马回应。只能说灵妍之所以会活泼好动，宠溺他的雷达奶爸绝对是功不可没。那外公满眼心疼摸着于爱的小脸，才发现他早已把滚滚们当自家孩子宠。这天小爱被外场的丰容划伤眼睛下面，虽然经过治疗问题不大，但外公还是不放心，在外场陪了很久。临走还不忘摸摸小家伙的头安慰。当于爱躺在木架上呼呼大睡时，外公怕孩子饿肚子，又怕打扰到孩子休息，于是小心翼翼叫醒宝贝起床。难怪于爱满心满眼都是外公，就连刚刚得到的竹笋，他也会亲手剥好皮送给对方。到底是谁说熊猫不知道表达爱意？小爱也在用实际行动回馈外公的爱。而爱姐的双胞胎哥哥于可，也是外公放在心尖上的小熊。有次于可准备表演杂技，结果一不小心从木架上掉下来，外公深知这小子有多重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，脸都憋红了也要扶起孩子。他平日里还经常帮两小只荡秋千，手里不忘拿着果果投喂。宠于可于爱的方式简直就是老一辈溺爱，并且外公永远是平等爱护每一位熊猫。另一位小外孙也是他看着长大的，王小五还是个小豆丁的时候，就被外公亲手抱着出门晒太阳。如今的他已经1岁多了，还是那个经常求抱抱的撒娇小熊，不是缠着外公耍赖皮，就是跟在对方屁股后面。有时候外公没来得及接孩子回家，对宝贝孙子愧疚万分，一大把年纪的他跑着也要去接对方，还得摸摸头安慰小五好长时间。外公照顾这仨小孩子的同时，也没忘记去隔壁陪莽晨晨、莽星星玩，不顾危险也要去外场带着兄弟俩跑步锻炼身体。四喜丸子小时候也被他照顾过，外公还亲自给这群小家伙上体育课。他有一次不小心摔倒了，四小只还立马模仿起来外公的姿势。一人四熊的相处不要太有爱，而外公之所以这么疼爱自家小孩，归咎到底还是爱屋及乌。要知道他0几年就去虫洞养大熊猫了，小家伙们的老妈全都是外公带大的。二顺打小就被他捧在手心，即便是出门遛弯，外公也不舍得让宝贝闺女走路。他看向芒仔的时候也是满满的深情，这眼神都把妞妞给盯害羞了。兰香虽是半路出家去虫洞，可外公对她的爱护一点也不少。已经成年的兰香嫂子还能躺在椅子上被外公投喂，外公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献给了国宝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熊猫饲养员。看到马来西亚奶爸近身照顾凤仪，才发现滚滚们在国外也能被宠上天。最近凤仪出现假孕现象，眼见宝贝闺女不吃不喝没有胃口，奶爸明知道成年大熊猫有领地意识，还是选择拿着食物亲手投喂。不仅笋是提前切好的小块，他还要递到凤仪嘴边。等到闺女吃完饭后也不肯离开，为了不让对方在假孕期间情绪低落，大马奶爸直接蹲下来陪闺女聊天。还记得凤仪从前发情难受的时候，也是奶爸追着给闺女喂饭，还不忘满脸宠溺地摸一下对方的脑瓜。虽然凤仪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妈了，可大马奶爸眼中的她还是个需要呵护宠爱的小女孩。平日里只要凤仪不高兴发脾气，这群亲爸们比谁都着急，不是轮番上线哄娃，就是一个劲塞美食博公主一笑。滚滚们还在抱着冰块降温时，马来西亚就花10几万购置超大号冰床，只是为了看到自家闺女趴上去后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宝贝还独自一雄拥有豪华泳池，大夏天玩水的凤仪被踢有多开心了。正因为奶爸对闺女的种种爱护，也让他们爱屋及乌，对凤仪的3个女儿也是打心底宠溺。意义第一次出外场的时候，还是被饲养员亲手抱着和游客见面，大马奶爸满脸慈祥，都笑开了花，有种老父亲送闺女上学般的骄傲。生意同样被宠出来公主脾气，宝贝一到上班就摆烂，奶爸非但没有提醒孩子，还耐心地帮对方遮住刺眼的阳光。要知道熊猫馆经常有游客吵闹，大马奶爸知道熊猫喜静，
只要听到有人吵闹，就毫不留情的驱赶，并且小家伙不想上班的时候，奶爸也不会强迫对方，直接拿出熊猫玩偶出门给游客道歉。而暖暖更是马来西亚的团宠，宝贝打小就被奶爸捧在手心里疼爱，不仅上下学被对方抱着，就连吃的笋笋都不用自己剥皮，全都是饲养员切成小块送给公主，以至于暖暖回国后还因为不会剥皮这项技能被奶妈开设课外辅导。姐妹仨不仅留学期间被宠上天，即便回国后也被大马奶爸念念不忘。他们经常来中国看望孩子，暖暖看到奶爸后会立马起身回应，这满是爱意的小眼神就足以证明父女俩感情有多深。而生意的奶爸还专门带来宝贝小时候最喜欢玩的红球玩具，当着孩子的面不断挥舞，试图唤起小家伙的童年回忆。没想到马来西亚养熊猫还有售后服务，只能说不是所有国外饲养员都是孟菲斯那般，喜欢大熊猫的人从来都不分国界。